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3月12号，周六，大家周末好。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周五为何美股大盘会大跌，然后在个股方面，我们聊一聊 DocuSign 为什么会暴跌20%，我会买入吗？对 Sense 的股价做一更新。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证监会对中概股退市的最新的回应，以及我的看法是否你有会退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五表示，克里姆林宫与乌克兰之间的会谈发生了某些积极的转变，不过呢，停火协议还没有谈成。与此同时呢，在乌克兰方面，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战略转折点。他的言下之意呢，乌克兰正在击败俄罗斯的进攻。不过呢，在整个的美股市场呢，被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玩弄于股掌之间。一会儿呢，出现了和谈，市场对这个和谈寄满希望，所以呢，股票产生了一个反弹。然后接下来呢，又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市场再次失望，继续下跌。所以呢，我认为虽然普京发出了一些关于停火谈判的有利评论，但是目前市场呢不会给这些评论呢予以多大的一个重视，直到有一天，如果说真的达成了这个某种谈判的和解的协议呢，才会带来市场的一个反转。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呼吁结束俄罗斯作为首选贸易伙伴的地位，而美国的国会呢也通过了一项包括140亿美元乌克兰援助的一个资金法案。这些举动呢，都是在能源价格再次走高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的基准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了 1.4 个百分比，达到了在107块美元左右。而国际的标准的布伦特原油呢，上涨了 1.6 个百分比，达到了111块美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呢，目前的原油价格还是低于本周早些时候的一个高点。与此同时呢，除了铜以外的金属价格也出现了下跌。而农产品方向呢，由于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农产品，所以呢，目前的农产品的价格也是涨跌互现。债券的收益率呢大多走高，尽管呢只是小幅的上涨。在数据方面周五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3月份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数呢，已经从2月份的 62.8 下跌掉了 59.7， 这是自2011年9月以来最弱的一个数据。由于美国的家庭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加剧，今天上午消费者信心下挫的消息呢，使人们对美国经济严重放缓甚至可能出现衰退的一个担忧呢也是加剧。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美股大盘再次大跌，道琼斯呢是跌了230点大跌了 0.69 个百分比，已经跌破了 33,163 点附近的这根支撑位再次进入了一个调整区。标普500呢也是大跌了 1.3 个百分比，也是跌破了 4224 点的这根支撑位，也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区，而且呢也是非常接近前期的一个低点。纳斯达克是大跌了289点大跌了 2.13 个百分比，重新再次进入熊市的这个区域，也已经非常接近技术位前期的一个低点。罗素2000也是大跌了 1.6 个百分比，非常接近196点的这一根的支撑位，也已经非常逼近熊市的这样一个边界线。所以呢，下周所有美股大盘的局势也是非常关键。如果继续下跌，有可能再次跌破前期的低点的话呢，有可能再次引来一腿的下跌。除非在短期内产生快速的一个反弹，这样的话呢，还会 hanging there， 持续一个多空双方的一个争夺，也需要我们持续关注俄乌局势的一个发展。好的 ，DocuSign 在周四盘后呢报了它的财报，它是轻松的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它的销售额达到了 5.64 亿美元，
是超过了市场预期的 5.62 亿美元，亏损呢是3045万美元，或者每股15美分，比1年前的 4.1 亿美元呢也有所增加。反映尚未确认的收入的账单呢是达到了 6.7 亿美元，然后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6.5 亿美元，所以呢可以说是双双击败市场预期。而在基于股票的补偿和其他影响进行调整以后，该公司报告的收益呢是每股48美分，是高于1年前的每股37美分，并且呢与市场分析师的估计是持平，因为市场的预期呢也是每股48美分，所以总的来说呢，它是2个击败市场预期，一个持平，它的财报呢是非常好的一份财报。不过呢DocuSign 对今年增长的指引呢，却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他们预计2022年的收入呢是 24.7 亿至 24.8 亿美元，账面的价格呢是在 27.1 亿至 27.3 亿美元，而市场的预期呢是26亿美元，账面价格呢是 26.3 亿美元，所以呢是双双不及市场预期。另外呢，它的增长的下滑呢也没有推迟到下半年。它第一季度的指导性的销售额呢是 5.79 亿至 5.83 亿美元，账单的价格呢是 5.73 亿至 5.83 亿美元，分别大大低于平均预期的 5.96 亿美元和 6.483 亿美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引疲软的影响下呢，它在周四盘后就是大跌了17个百分比。然后周五开盘以后呢，在周五的上午，又有几位分析师下调或者降低了 DocuSign 股票的目标价格以后呢，在整个周五的盘内 ，DocuSign 的股价呢继续呈现一个大跌的一个态势。我们来看一下分析师，目前花旗集团的分析师呢维持 DocuSign 的买入评级，但是呢将目标价位从137美元降低到了114美元。奥本海默的分析师将 DocuSign 的评级从跑赢大盘下调到了表现跟大盘一致这样一个水平。Wedbush 的分析师维持 DocuSign 的中性评级，但是呢将目标价格从200美元降到了80美元。瑞银的分析师维持 DocuSign 的中性评级，也是将目标价从110美元下调到了85美元。RBC Capital 的分析师维持 DocuSign 跑赢大盘的评级，但是呢将目标价从220美元大幅下调到了95美元。JMP Security 的分析师也是维持 DocuSign 的中性表现，但是呢也是将目标价从307美元下调到了180美元。Barret 的分析师将 DocuSign 的评级从跑赢大盘下调到了中性，目标价呢也是从140美元下调到了82美元。富国银行的分析师也是维持 DocuSign 的一个中性的评级，也是将它的目标价位从180美元降到了80美元。Wolf Research也是维持一个中性的评级，也是将它的目标价位从100美元降低到了75美元。所以呢，基本上一边倒的，由于它这个评级，整个华尔街将 DocuSign 的评级，包括它的目标价都是大大降低了。所以我们看到 DocuSign 的股价在它的指引不及市场预期，另外呢加上很多的机构对它的目标价位进行了狂减的这样个双重打击下，今天一开盘以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向下的一个跳空低开，然后呢全天继续下跌，最低呢曾经达到71块钱，稍后呢有所恢复，最终是收在了75块钱，全天也是大跌，暴跌了 20%。而且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以前期的一个高点314.8块，一直到今天DocuSign 也是被暴跌了，总共76个百分比一直狂跌已经打压的非常厉害。对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我对 DocuSign 的业务一直是非常有兴趣我觉得它的公司的业务不光光只是在签字这一块。更重要的呢是它帮助公司管理 document， 也就是 document management 系统的管理公司的一些文件。
然后呢，我觉得一旦公司采用了 DocuSign， 它的这个 business 也非常 stickiness， 也就是说，公司以后要不用 DocuSign 的概率并不是非常大，很大程度上呢，他们会一直使用 DocuSign 来管理他们的文件所以呢，我对它的业务呢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是非常看好的一个业务。另外呢，我觉得属于 DocuSign 目前的这个状况呢，它将来某一天被某个科技巨头，比方讲微软收购或者其他科技巨头收购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到时候呢会引来 DocuSign 的一轮暴涨所以呢，我是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投资 DocuSign 这只股票，只不过呢，现在目前大环境呢非常不稳定，特别是乌克兰与俄罗斯这个战争，对整个的大环境呢造成了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呢，我并不会急于买入 DocuSign， 但是呢，我会一直关注它的接下来的走势，结合它股价的走势，在适当的时机，我也非常有兴趣拥有 DocuSign 这只股票。Senseonics 的股价在最近的基本面方面也没有最新的消息周五呢，随着罗素的大跌，Sense 的股价呢也是随之大跌，整天的股价都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过程之中，最终呢它是收在了1块6毛4，全天呢是大跌了 5.2个百分比，它下方的支撑位呢还是在1块5这里。接下来Sense 的股价的走势也是主要受到大盘的影响，我呢也会继续关注和大家更新Sense的基本面乃至它股价的走势。好的，中国的证监会对美国证监会最近的一个举动也是发出了正式的回应，在中国证监会的网站上，他们发表了这样一个谈话问今日美国证监会发布消息，依据外国公司问责法的认定了5家在美上市的公司为有退市风险的相关发行人，证监会对此有何评论？回答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这是美国证监会执行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一个正常的步序。我们此前也多次对外国公司问责法呢表明过态度，尊重境外监管机构为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加强对相关会计事务所的一个监管，但是呢，坚决反对一些势力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一个错误做法。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精神，愿意通过证监的合作解决美方监管部门对相关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问题，这也符合国际的通行的做法。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持续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也就是 PCAOB 开展沟通对话，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相信重点来了，我觉得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做出符合两国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的合理安排，共同保护全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两国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我觉得最后的这几句话呢是关键通过我个人的解读呢，我认为中方的证监会一直在美方呢进行沟通，而且呢觉得也有信心可以双方一起合作把这个问题呢给解决。同时呢，中国证监会也隐晦的提出来，一旦如果说美国对所有的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全部 delisting， 也就是退市的话呢，不光光是损害了中国投资者的利益，其实是因为这些中概股在美国上市，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也会损害美国的投资人和机构的一些合法权利。另外呢，不光光会损害中国，因为这是在美国上市，所以呢，对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是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它希望吸引全球的有质量的一些公司和资本如果说对中国这样的大的第二大经济体的企业没有办法保证它合法的这样一个融资上市的渠道，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市场的话呢，对美国的证券市场也是一个大大的损害。所以呢，他这里也是提到了两国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另外，根据财联社3月11号的报告，
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表示，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就审计监管合作的对话和磋商进展比较顺利，双方都展示了愿意解决问题的诚意，有望尽快达成共识。所以呢，我个人的解读，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我原来的观点，对我投资的中概股一只是阿里巴巴，另外一只是 NIO。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退市的风险不大。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思路，并不是投资建议，朋友们要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NIO，我们从基本面我们看到，它正在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进行。在股价方面呢，周五它又是狂跌了 9.57个百分比。而且是一度是跌破了17.5块的这根支撑位，又是暴跌。那么主要呢，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大盘的大跌，另外一方面当然是最近新出来的关于中概股的退市这方面的负面消息的打压，造成了NIO的股价又是暴跌。我个人觉得呢，在目前这种大的负面的整个经济环境，包括战争的影响下，在美股市场上，基本上所有的股票呢都是在大跌如果说市场要抛售一只股票，它总会找到它的原因来抛售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原因比方讲对 Docu 上来讲，虽然它的财报非常棒，但是市场找到的原因呢，就是它的指引不及，所以呢是一下子暴跌了20个百分比完全是过度反应。但是市场就是这样，它要抛售你这只股票，你个股包括投资人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跌了20个百分比，而且从高位呢已经下跌了76个百分比。另外的原因呢，比方讲对科技股成长股，它也可以说是由于这个 inflation， 也就是要涨利率，所以呢对科技股和成长股不利，它也可以进行暴跌打压股价。对于航空股，它也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由于油价上涨造成了它的成本增加，所以呢对这些航空股会造成股价的大跌。那么对中概股呢，当然非常好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它就可以利用中概股退市这样的负面新闻来打压NIO的股价，从而呢造成它股价的大跌。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如果市场要抛售一只股票，他总会找到不同的原因来抛售这样一只股票。对于我来讲呢，我个人尽量是研究这只个股的基本面。如果我还是继续看好这个公司的基本面的话呢，我会尽量做到不受这些杂音的所扰，除非某一天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思路，并不是投资建议，朋友们也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做出符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决定。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